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小师弟，欢迎收看我的单人皇野生存第135期。嘿嘿，现在蓝图都已经布置好了，那咱们就过去把它们启动吧。哦，对了，还需要用新铜镐把蓝图旁边的岩石块给敲掉，敲掉以后全部换成电石块，给它们都通上电。嘿嘿，看到没有？现在下面整个区域的东西正在被流动水给摧毁掉。好嘞，那接下来就是一层一层的把所有的蓝图都通上电。没办法，没有垫脚的地方，那就只能用火箭背包飞在半空中，慢慢的一层一层把它们给搞好。OK， 剩下这最后一个就搞定了。嘿嘿，看到没有？稍后这黄色框框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会消失掉的。我估计这个需要消耗很长的时间，那咱们就稍微等一等吧。看着这流动水像瀑布一样，还挺壮观的呀。好嘞，等了好久，终于把这整一个区域都给清空了。不过还有许多残留的东西，像树叶啊，像沙块啊，稍后都需要修整一下的。接下来就是后面这些地方了，也是需要把整一座小山给它铲平了，然后可以连接我这边的大广场。我先在这附近这个区域先搭建一些可以垫脚的地方，然后稍后也是需要用蓝图来堆叠的。接下来就是把咱们这边这些电石块还有蓝图全部都给它拆下来。因为这边已经大功告成了，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了，要拿到那边继续施工。好嘞，现在就开着咱们的小坦克过去刚刚我搭建好可以垫脚的地方。那现在要找哪个地方来放出蓝图呢？好嘞，那就确定是这里了吧。哎呦，感觉位置还是可以的哦。那老规矩，继续用岩石搭建上来。其实这些岩石主要还是起到辅助方块的作用而已，主要还是要放置好这几个蓝图吧。这些蓝图之前主要是我用来去地底下挖矿的。所以制作出来的高度不是很高，只有2-3格而已。好嘞，那现在蓝图的位置就全部都放置好了。那接下来还是一样的操作啊，就是把蓝图旁边的岩石给敲掉，然后再替换成电石块，把所有的蓝图都给通上电。这一次咱们就不一块一块的放电石块了，直接先把这些岩石给清空掉，然后再一次性放上所有的电石块，这样的操作应该效率会高很多。好嘞，这最后一个搞定以后，所有的蓝图就已经都通上电了。哎呦，这大晚上的，这流动水在摧毁东西，看起来更壮观的样子啊！不过天黑还是比较麻烦，因为看都看不清。那咱们还是过去那边先睡一觉吧。好嘞，现在已经天亮了，但是这些蓝图的工作效率不是很高啊，毕竟它们的范围很广。哎，这么神奇的，中间怎么还有一个蓝色的区域呢？难不成我放少了一个电石块，中间有一个蓝图没有通上电呀？那得过去看看了。哎呀，果然我没有猜错哦，这中间这一个没有通上电啊，那赶紧给它补上一个吧。哎呀，有点尴尬，这是刚刚才通上电的，那就是说又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它们运作结束了。哦，对了，那趁现在我有时间，可以把这上面这些树叶全部先给清理掉呀。哎呀，不过这样手工打的话，要弄到猴年马月呀，好像他们身上还有木头，那直接去制作几把斧头，一口气就可以把它们整颗给干掉了。哦，对了，还需要制作一把剪刀哦。如果一整颗干不掉的话，用剪刀来剪树叶，效率也会高很多的。